直肠癌看大便就知。忠告：上厕所时发现4个怪象，尽早坐下肠镜。老张是个憨厚老实的农村人，最近总觉得肚子不对劲，他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去医院，最后还是忍不住找了位老朋友送他去看病。医生仔细检查后告诉老张，他得了直肠癌，还是晚期。老张吓得一愣一愣的。医生提醒上厕所时发现4个怪象，尽早做下肠镜，直肠癌看大便就能发现。1. 大便形状的改变。大便形状的改变是直肠癌早期信号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常情况下，健康的大便呈 S 型，软硬适中，这是由于肠道蠕动的正常节律和粪便在结肠中的形成。然而，当大便呈现异常细长的形状时，可能是直肠狭窄的迹象，这往往与直肠癌的生长有关。直肠癌的发展可能导致直肠管腔的狭窄，这是由于肿瘤的生长阻塞了正常的通道，直肠管腔的变窄限制了粪便的通过，使其在排便时呈现出细长的形状。这种细长的大便形状表明粪便在通过直肠时受到了阻碍，提示可能存在直肠癌的风险。在直肠癌患者中，直肠管腔的狭窄可能是肿瘤生长的结果。癌细胞在直肠壁上增殖，形成肿块，逐渐压迫并收缩了管腔。这种生长过程不仅会导致大便形状的改变，还可能引起排便时的不适感，如坠胀、灼热、疼痛等症状。当大便呈现异常细长的形状时，建议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有数据显示，大便形状改变是直肠癌的常见症状之一。在一项研究中，超过 60% 的直肠癌患者在发病初期就有大便形状改变的表现。因此，当你发现大便形状出现异常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咨询医生并进行相关检查。2. 大便颜色的异常。1. 鲜红色的血迹。大便颜色的异常是我们身体发出的重要信号之一，而其中鲜红色的血迹更是一种值得高度关注的症状。在正常情况下，大便的颜色主要来源于胆红素的代谢过程，因此呈现褐色属于正常范围。然而，当我们在排便时注意到鲜红色的血迹时，这可能是直肠癌出血的早期信号。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常的大便颜色是如何形成的。食物在进入胃部后，胆汁和胰液会分泌到小肠中，将食物中的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分解为细小的颗粒。这些颗粒随后经过肠道的吸收作用，其中的胆红素经过代谢过程，最终在大便中呈现褐色。然而，当大便中出现鲜红色的血迹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这通常表明出血点位于肠道末端，而直肠癌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直肠癌是一种恶性肿瘤，通常起源于直肠内部的黏膜层。随着癌细胞的生长，直肠管腔可能会受到压迫，导致局部组织损伤，最终引起血液流出，显现为鲜红色的血迹。直肠癌的发展过程中，癌细胞不仅可以引起肠道壁的损害，还可能涉及附近的血管。当肿瘤生长到一定程度时，血管可能会被破坏，导致血液混入粪便中，形成鲜红色的血迹。这种情况通常称为直肠癌出血，是直肠癌的常见症状之一。据医学研究统计，超过 20% 的直肠癌患者在发病初期就表现出鲜红色的便血。因此，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排便时出现鲜红色的血迹时，不能忽视这一信号，而是应该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对于鲜红色血迹的出现，医学专业人士通常会推荐进行直肠镜检查。直肠镜检查是一种直观、准确的检查方法，可以通过观察直肠内部的情况来确认是否存在异常。这种检查方法不仅可以发现直肠癌，还能帮助医生确定病变的具体位置、大小和性质，为后续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2. 暗黑色的便便。暗黑色的便便往往暗示着一种较为潜在和隐蔽的出血。这种特殊的颜色类似于柏油一样，呈现出浓稠、油腻的质地，可能是直肠癌患者中上消化道出血的信号。在医学研究中，暗黑色便便的出现约占直肠癌患者的 15%。这种颜色的变化主要是由于血液在经过胃酸作用后发生氧化而产生的。与鲜红色血迹不同，暗黑色的便便通常暗示着上消化道的出血。上消化道包括食道、胃和12指肠等器官。
而这些器官的出血往往较为潜在，不容易被察觉。在直肠癌患者中，当肿瘤生长到上部位置时，可能压迫或直接涉及到上消化道的器官，导致出血的发生。这样的出血一般会经过较长的路程，与胃液作用后，血液会发生氧化而呈现暗黑色的质地。对于这种暗黑色偏偏的出现，医学专业人士通常会进行直肠镜检查以及胃镜检查。直肠镜检查可以直接观察直肠内部的情况，检查肿瘤的位置、大小和性质，而胃镜检查则可以深入到食道、胃和12指肠等器官，帮助医生确定出血的具体位置以及引起出血的原因。这两种检查方法的结合使用，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病情，为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重要的依据。3、排便习惯的改变。正常情况下，人体的排便周期应该是相对稳定的，但当排便周期明显改变，出现长期便秘时，可能是直肠癌的征兆之一。研究数据显示，有超过 25% 的直肠癌患者在发病初期就出现了排便习惯的改变，其中长期便秘是比较常见的症状之一。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直肠癌生长导致肠道蠕动减缓，粪便在肠道内滞留时间较长，使得排便变得不畅顺，形成便秘的状态。直肠癌的生长可能对神经系统产生影响，影响直肠的感觉和蠕动功能，进而导致排便习惯的改变。因此，当你发现排便周期明显延长，经常出现便秘的情况时，应该及时咨询医生，进行相关检查。与便秘相反，长期腹泻也可能是直肠癌的征兆之一。腹泻是指排便次数明显增多，偏呈现半流质或水样，伴随腹部不适感。在直肠癌患者中，长期腹泻往往与肿瘤引起的肠道功能紊乱有关。一些研究表明，超过 20% 的直肠癌患者在发病初期就出现了长期腹泻的情况。直肠癌的生长可能导致肠道的局部炎症，使得水分吸收减少，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较短，呈现半流质状态。一些直肠癌患者在发病初期就出现腹泻的症状，这可能与肿瘤影响肠道蠕动、分泌和吸收功能有关。对于长期腹泻的患者，医生通常会推荐进行结肠镜检查和其他相关检查，以明确是否存在直肠癌或其他肠道疾病。这些检查能够提供更直观、准确的信息，为患者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有力的依据。4、排便时的不适感。正常情况下，排便应该是一种相对轻松的生理过程，但当排便时出现疼痛感觉时，我们就需要引起警觉。直肠癌是一种源自直肠黏膜的恶性肿瘤，其生长可能导致直肠管腔变窄，甚至形成溃疡。在排便时，粪便经过受损的黏膜区域，可能会引起组织损伤，导致疼痛感。这种疼痛通常与黏膜的炎症反应和溃疡的形成有关，使排便过程变得不再轻松。随着直肠癌的生长，肿瘤可能压迫周围的神经结构，尤其是直肠附近的神经。这种神经受压可能导致排便时的疼痛感表现为阵发性的尖锐或刺痛。神经受压还可能引起痛觉传导异常，使得疼痛感觉更为明显。直肠癌的存在可能影响直肠肌肉的正常收缩和松弛，导致排便时的肌肉运动异常。这种异常肌肉活动可能会引起排便过程中的疼痛感，尤其是在肿瘤附近的区域。排便时的疼痛通常表现为阵发性的尖锐痛或钝痛，而非正常排便过程中的轻微不适。这种疼痛往往不仅出现在排便时，也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使得患者在排便后感到不适。研究数据表明，近 30% 的直肠癌患者在发病初期就经历了排便时的疼痛。当患者在排便过程中感到明显的疼痛时，建议尽早咨询医生，进行专业检查，以确定疼痛的原因和性质。总结，老张的故事告诉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可能是健康问题的信号。在50岁以上的年龄段，更要保持定期的体检，关注身体的每一个变化。早发现、及早治疗是守护生命的关键。通过定期的直肠镜检查，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保生活的质量，为未来的健康奠定坚实的基础。